川普狂吹辉达的 Blackwell 比其他所有晶片领先了10年，黄仁勋就是立刻打脸，任何低估华为的行为，他认为都是非常的愚蠢。那黄仁勋一直不断的强调，其实让大陆用美国的技术，反而是可以去主导中国大陆在相关的科技发展依赖度上，还是需要美国。现在 Blackwell 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华为，华为升腾910C 和910B AI 芯片已经被腾讯、百度等公司采用。中国大陆为什么可以自主供应，跟美国脱钩？怪美国自己。对于中国大陆来讲，整个国家的力量全部灌输在某一点上的时候，做什么都成功。中美之间的晶片战，赶快来看到是这一回是川普要怕了吗？因为他吹牛说呢，这个 Blackwell 领先了10年，结果竟然是被黄仁勋亲自打脸。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大陆的长兴 HBM 有了重大的突破，美中的这一场科技战，现在可以说是正式的要彻底脱钩了吗？今天我们会一起做解读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的。川普呢吹牛，他说 Blackwell 领先10年，结果黄仁勋就冷回他说，事实上呢只差了几奈秒而已。美国禁令会不会让中国反而自己突围呢？等一下来关心的是长兴的这个新的记忆体的技术哦，现在说良率已经逼近了3星，市占率更高达15%。中国记忆体4强正式诞生，美国还有办法卡脖子吗？最后我们来看到是会不会有了华为撑场 AI， 长兴撑记忆体，中美之间未来会各走各路呢？今天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我们来赶快关心到的是中美的科技战火越烧越旺。这一回呢，川普他在搭这个空军1号的时候，再度的开口，他这样说，狂吹。他说辉达的 Blackwell 晶片卖给别人，这一款晶片比其他所有晶片领先了10年，而且他说不会把这一款晶片卖给中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黄仁勋就是立刻打脸了，他说中国晶片只有落后几奈秒的时间，任何低估华为的行为，他认为都是非常的愚蠢的。好，那杨老师怎么看？你知道奈秒它是一个时间单位，它是1秒的10亿分之一，那我们通常有人大概现在都知道医美讲皮秒，对不对？那1奈秒等于1000皮秒，所以这个是它的形容，就是说非常的短暂，非常的短暂。中国跟美国这个差距，但这个差距它的形容当然这是一种形容词，你一定要了解啊。可是实际上现在你看黄仁勋这1、2天正好就在华盛顿召开辉达的就是开发者大会。他又再一次的强调，因为在 APEC 的会议上，他也做了演讲，在他演讲之前，川习会举行，可是没有谈到晶片。美国这边是有，就是说，提到大陆这边会解禁一些限制，可是大陆这边也都没有提到任何相关的晶片的问题。那尤其就是辉达的 Blackwell， 而川普也明确的讲，他没有谈到这个东西。可是黄仁勋就不断的说，你要卖给他，因为他现在过去的市占率从95%现在降到几乎是0%，而整个对华的市占率不断的往下降。H20这种降格的产品都被认为要增加课税，被美国要课15%，而中国大陆官方甚至说这边可能有后门。那习近平还把它当作笑话，跟李在明说：“我送了一个小米机看看是不是有后门。”所以。这样的情况显现出辉达在大陆这边的这个市场现在受到局限。那黄仁勋一直不断的强调，其实让大陆用美国的技术，反而是可以去主导中国大陆在相关的科技发展上，未来在技术的依赖度上，还是需要美国然后当然也让美国企业能够有所获利，你获利就可以转为做投资，作为什么研发，那你永远在技术上可以领先。现在 Blackwell 面临到的挑战就是华为。华为的这个升腾910C 和910B 它的这个 AI 芯片已经被腾讯、百度和位元组、跳动等公司采用。那现在用于在推理工作，所以这些 AI 的芯片，当然你说跟辉达一定还是有差距，而且另外一个问题，技术上有差距，还有呢产能上也有很大的差距。因为中国大陆现在有5000家 AI 的这个公司它所需要的产能其实非常大，那即使是 H20还是受到这个支持，所以现在就是川普政府，我们就看接下来这1、2个礼拜，中美之间大概会签这个贸易协议，会不会谈到晶片的问题，
会不会让辉达卖 Blackwell 给中国大陆市场？好，中美之间晶片战的最新进度，我们会持续的做关心。那另外一方面，这个比较有确切的消息是来自于大陆的半导体界有一个核心的技术上面的一个新突破，这是长兴存储了。我们来看到是他最新的宣布，他说呢，之前大家还记得吗？美国掐住大陆的 HBM 嘛，但是长兴存储这一次宣布了它的 HBM3重大突破，而且重点是良率竟然是逼近了三星，那么已经开始向华为等客户送样了。预估呢，2026年就是明年就会开始做全面的量产了。大家把 HBM 视为是 AI 晶片很重要的心脏，能够造出来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算力国力。那美国过去用这个来掐住大陆的脖子，结果现在大陆是用技术来做挣脱。刚刚讲了嘛，它不但量产，而且速度更快了，功耗更是一举下降了30%，良率产能也都上升起飞。目前现在做了一个估算，说明年底大概全球市占就可以高达15%，让大陆正式杀进了记忆体4强的行列。那么长兴存储也预计了，明年的第一季就会在上海正式的 IPO， 市值现在预估上看3000亿人民币，这是中国科技业跟美国分开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吗？美国未来还能靠 AI 记忆体卡大陆的脖子吗？委员怎么看？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哈 ，HBM 就是高频宽记忆体，它其实就是 DRAM 的一种，它只是用3D 的方式把它堆砌起来，然后可以直接粘在这个所谓的 AI 的晶片的基板上面。这什么概念？因为 AI 的晶片有3种啊，第一种啊就是这个辉达擅长的 GPU， 第二种是 Google 的 TPU， 就所谓张量处理器。那第3种呢是华为跟寒武纪的所谓 MPU， 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器。它是3种不同的 AI， 那虽然都不同，但都是在做高速的训练推理啊。那么这里面所需要都是上兆元单位的运算。那你在运算的处理的过程里面，它是一方面运算，然后一方面累积记忆，就是资料放在记忆体里面，然后跑到 DRAM 里面，跑到这个 AI 运算完又送回去，是不断的这样来来回回，所以要速度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要高频宽记忆体。高频宽就是高速公路好几线道啊，低频宽就是高速公路只有2线道或1线道，这样的一个概念。那高频宽记忆体呢，现在是全世界只有3家做得出来，就是三星啊、SK、海力士，然后再加上美光。那现在长兴存储如果也做得出来的话，对中国来讲，在 AI 晶片是一大突破。是因为现在即使说我们用华为的这个升腾的这种晶片 MPU 的晶片来做 AI 运算，可是我们仍然还是要去跟韩国跟其他地方买 HBM。那如果他们限制不卖给我们，那我们的升腾的这个运算的效率就会降低很多。那现在可以自己做了，就不受影响，而且还可以扩大市场。那所以如果说，我们可以自己做 AI 晶片，又可以自己做 HBM， 那现在剩下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有封装 CoWoS？封装 CoWoS 就是中间不要以前的什么线路图连接的，直接把连成一团，然后用垂直穿孔技术啊，我们叫什么 Silicon Through Via 这种穿孔技术，就等于几乎都没有线路中间浪费时间，会产生低功率。它 LP 就是 low power low power 的 DDR5X 就是5倍的然后用这种方式会使得整个的推理的速度可以说爬了好几层楼梯上去。是，所以表示说黄仁勋讲的对啊，对仅落后几奈米啊，所以现在已经开始不落后了。所以只要 CoWoS， 因为 CoWoS 在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台积电所以如果 CoWoS 再加上去能够封装成功的话，那中国的只剩下 MPU 如何升级的问题而已啦，因为中国没有在 AI 晶片不是走 GPU 的路线，是走 MPU 的路线那这个还在竞争中，就是说到最后是 Google 的 TPU 会赢呢，还是辉达的 GPU 呢？还是中国的这个什么的 MPU 最后会取得最大的胜利呢？坦白讲，没有人知道。现在刚刚在起跑点，假设我们今天是马拉松，我们现在才跑多少？才跑1公里而已，后面还有很远的距离要拼命了那没有人敢讲说谁会赢那只是目前看起来是黄仁勋跑在前面，可是不担保说，因为很多科学家讲 GPU 有个限制在那边，
可能会被 TPU 或者 NPU 给突破过，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好，所以我们看到大陆现在在这个晶片战，从设计、制造到记忆体都已经完全的自主化。那么封装还在努力的当中。那现在黄仁勋也都亲口承认了，他说大陆现在封锁我们的 H20的晶片进口，代表说他已经拥有足以支撑军方需求的 AI 晶片了，也暗示说，未来黄仁勋认为中美之间在这场科技战上面会正式的走向彻底脱钩吗？舰长怎么看？我们现在一直在讨论。中国大陆它为什么可以自主供应，然后可以跟美国科技脱钩？不怪别人，怪美国自己。为什么？我们现在拿出来这张图版其实是在2020年就已经提到的，无论是索尼或 NEC， 它的高层就已经特别提到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如果说不让那个中国大陆它可以购买到这一些晶片的话，那其实真正最后造成的影响，也就是他自己另辟蹊径，他自己走自己的路。而且不要忘了，对于中国大陆来讲，它其实是举国体制，也就是整个国家的力量全部灌输在某一点上的时候，做什么都成功。那也就是当我们在看的时候，现在黄仁勋这种讲法其实并不过头。为什么？因为黄仁勋他不是看现在，他是看未来。为什么未来只落后几奈秒？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无论是华为，或者是我们等会还有可能会提到的小米，他们自己都形成了固定的生态圈。然后这个生态圈已经有别于 iOS， 或者有别于 Android， 有别于 Microsoft。它自己形成之后，举国体制又再进行这个内循环，然后大家认为说，那就是你中国独强而已，那就是你自己关起门来强而已啊，不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终于看到了，2025当初大家讲中国制造无感，可是现在稀土变得有感。稀土当然现在这一个已经就是递延1年后实施，也就是有关于稀土的申请，你必须要用中国的软件，你必须要使用中文申请。这个也就是从内循环把外循环一起拉进来，当内外循环一起转动的时候，对不起，黄仁勋讲的就是只差几奈秒。先前黄仁勋不是说过吗？他说迟早有一天的，美国啊，你别以为自己在 AI 的领域上面稳赢中国，因为两边的差距真的只剩下奈秒而已。这个话才说完，我们要来看到他还说华为会取代辉达，也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确实是这样子的吧？这句话好像现在看起来已经要应验了，因为我们要来看到的是最新的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它的服务算力效能现在已经正式的突破了，达到辉达 H20 晶片的3倍。尤其大家特别看到的是，华为在云端服务的50毫秒时延之下，实现了单卡每秒生成可以达到2400个 token 的能力。它除了支援自己的大模型之外，现在第三方模型也都可以做支援了，不管是 DeepSeek 或者是 Kimi 等等。我们来看到华为的高层张安平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先进制程已经不是什么5奈米、7奈米都不是重点了，现在客户真正要的是这种优质的运算的一个结果才是重点。尤其今天呢，要来特别关心的关键武器来自于华为的，就是它的超节点了。超节点的话，它就不会只是靠单卡的蛮力，而是靠整个系统战。所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说，未来它是把数千张的 GPU 集成一个逻辑单元，用这种高速互联技术来弥补传统伺服器，不管是在宽频的这个不足，或者是高时延上面的一个问题，都可以来做补足了。等于中国终于找到了摆脱美国制程封锁的钥匙了吗？这个时候，大陆的国产晶片就可以彻底翻身吗？靠着这样的技术，上志哥怎么看？哇，华为这次宣布这个 AI 晶片，简单讲就是打团体战。什么意思呢？我们过去在辉达晶片都是它每一个，我们讲 AI 晶片AI 晶片的每一块都非常非常非常强当然，它也有自己的，那辉达也有自己
本身这些晶片的所谓的这种组装的机构，他们现在初步是卖一张晶片而已，他们也卖一个机台。所以这里头，可是呢，现在辉达的这个晶片的机台合并组装最多可以72块。因为它基本上还是所谓铜线跟铜线的交接，就是晶片跟晶片在机台里头是扣在一起，所以合并的运算每一个机台就是72片。那华为这次什么叫它的超节点？简单讲，就是华为现在所做的 AI 晶片。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会听到华为在做麒麟晶片，麒麟是手机的，这种9020，所谓的我们现在讲 AI 晶片、升腾晶片。升腾晶片是什么呢？除了那个核心的晶片之外，它还必须要有 HBM 的高速高频的部分的这种传输，所以它基本上是把这个晶片放在 HBM 上哈，所以这里头才是我们所谓的 GPU 的这个 AI 晶片。好，华为现在的厉害的晶片是它不只是这一片，没有错。单片上它虽然输，可是我们都知道华为过去做传输系统，所以这次所谓的超节点就是华为能够刚刚讲这一整块的 GPU， 它可以不断的组装，现在最基本就可以组装超过1000多片。刚刚讲辉达72片哦，华为现在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然后，而且以现在的理论值本身，华为可以做到100万片连在一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新疆最近在过这些算力中心，那要干嘛？你就可以像你在上海、北京哪里可以放100万片的这个大地方，所以新疆就很合理。所以因此，他做的就是现在推出是升腾的云算力，也就是说，他在这云服务里头就。可能最后就建一个上百万级的晶片，而华为的机柜每单位只有72片。当然，你可以买辉达啦，辉达可以买很多组装在一起。可是差别在哪里？在辉达，它就铜跟铜是个物理性的接触，但不要忘了华为是做传输的，它在每一个晶片之间是用光传输。为什么它可以连到100万片以上，而且眼前就可以做到1000多片，随便就可以组装的机柜？就是它传输晶片当中，它就是所有就光在传输。所以它没有损耗，因为我们刚刚讲辉达的这种晶片当中传输都有所损耗，算力它不可能发挥算力的绝对，所以也就是说辉达现在的升腾晶片没有错，虽然还是比较弱，可是打团体战总算力来说，就可以在某个程度上可以打败至少 H20的这样子的机柜组合，那么提供给刚刚讲，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要知道阿里巴巴或者是 DeepSeek、Kimi 这些都是大数据模型在运算，需要非常大的算力哦。所以这就是说，这个简单讲，就华为其实找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他站在他自己所擅长的这种叠加的技术，以及至少在做打团体战当中，可能在美国来讲，很多的企业你用华为的72片组装的机柜已经很 OK 了。可是对于中国来说，它所供应的至少在全算力，因此华为走的商业模式是云算力。所以算力的总和跟辉达可能一块一块很强加起来，而且就华为现在宣布，以他们现有的这个超节点的方式，已经确定可以打败 H20的这个所谓的降阶，原来要卖给中国，但大陆不卖。但我认为现在最大的关键没有错了，除了这种华为自己的努力之外，主要是中国。因为现在所有的手段已经确定，就要让全中国都不要买辉达的晶片了。从先前说它有后门，说先前希望国产自己买，到现在直接用反倾销等同列入黑名单。所以辉达现在中国大陆除了走私之外，不太可能。而且中国大陆竟然下达这样的命令，这些原本要买辉达的这些阿里巴巴等等的阿里云等等的都不买了。所以最终这些市场的力量会回过头来买华为或扶植中国大陆自己的晶片，所以这样子的力量应该是中国国家战略思考最后的决定。好，所以这样看起来辉达是完全的被淘汰在中国市场了吗？那大使又怎么看中国这个华为的超节点的这个技术？当然，这个技术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技术了。它除了芯片之外，还有它的连接系数，它的传输的技术哈。所以它这个低延时延，然后这个传输中间的这些所谓的这些过去的一些问题，它都迎刃而解。是，所以现在这个 AI 基本上就是从大的算力，然后呢，它的所谓的它的这个应用的场景方面功能性的增强所以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那华为是一个系统的整合者跟一个系统的开发者。那现在事实上的话，美国也在整合。事实上，这个 NVIDIA 它是以芯片为主，可是呢，
他在做大算力中心的时候，他现在也在开始在做。那事实上，这个川普前2天还在吹牛，我想大概是这个黄仁勋他们跟他简介，他说哇，这一个运算中心啊，他说比一个城市还大。那到底多大我不晓得。那他的形容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事实上，在整个这个 AI 的整个这个发展啊，系统的建构上，可以说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举国之力在这拼得很厉害的。是。那当然就是说这个超节点哈，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架构。那它是透过高速总线连接多个计算单元，然后呢提升这个算力啊、计算能力和效率。那么适用的场景呢，包括 AI 的模型训练、大数据的处理，然后大型数据中心、企业级数据中心及小型工作站。所以 AI 搞的，现在华为搞的是怎么样？系统的连接。是。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它的所谓的基底还是要靠它的芯片伺服器。那可是问题就是说，你这么多东西连接在一起的话，那你这个连接它中间的时延，就是说时间的延，它可以把这些技术都克服。所以现在的 AI 基本上除了晶片以外，还有这整个系统的建构。那把这个大的算力给各种的这种这所谓的这种运算的这种这种训练模型给予它更好的一个发展的环境。好，华为有了这个新技术之后，我们也来看到，所以它接下来呢，已经宣布了未来3年它有一个新的蓝图，一共是3年的计划。那我们请导播帮我们 take 上面包括了未来3年的蓝图，它主要就是发展在它的升腾晶片上，不管是升腾，我们要先来看到2026年它说发展出的950PR， 这个会搭载自研的 HBM 记忆体，还有互联频宽可以暴涨2.5倍，另外还有升腾960、970等等都会持续的做升级。再来刚刚提到的超节点也会持续的做发展。最后我们来看到它也打这个 AI 的人才大战。这个是来自于《金融时报》的最新爆料，说华为给他的工程师的薪资比辉达在中国的待遇高出了1倍。所以呢，本来在这个 NVIDIA、AMD 或者是 Intel工作的这些尖端的华人高层，他们也纷纷的回流了，愿意来为华为来打拼了。3年内有没有可能反超辉达？有这么快吗？中国 AI 的华为时代真的在此刻算是正式开始、正式到来吗？华干哥怎么看？身为 NVIDIA 的负责人黄仁勋不能把事情讲得太明显，但是他很怕是真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工程师私底下就讲，你要问我是多少钱被挖走的，我当然不能告诉你，但是非常具有竞争力。什么意思？1倍而已吗？如果今天是只有1倍而已的话，我觉得很多在美国工作很久的工程师，他不见得那么容易被挖。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举家搬回自己的国家啊！老实讲一句，你归于回又不是那么简单。所以黄仁勋他很知道，他不但知道我流失了什么，或者是应该讲美国流失了什么，所以他认为说，现在美洲之间只有奈秒之差很小。华为3年之内弯道超车，我跟你讲，明天一觉醒来，说不定你就在某些领域被他超过了，这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国家请整个国家之力在支持晶片产业、半导体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老实讲一句，美国他始终没有去理解到他的问题在哪里。而且刚刚那个谁，上次有讲了，他说，我跟你讲，他说他的 Unified Bus 它连接多达15488片升腾的 AI 晶片，15000多片，那怎么连啊？你是不是要等于一个城市一样？本来就是。那我们有这样子的那个计划跟场域，可以去做这样子的连接。坦白讲一句，没有一个国家是做得到的。你在美国，你要怎么样？要先选址，再设厂，再开始开发。其实这些东西都经过很多很繁琐的行政程序。所以用这1万多片的这个晶片的连接，他说，你看那个华为的那个轮值董事长张平安他就有讲啊，未来不是5奈米或7奈米的问题，
是云算力一定是要它的品质、它的优越性，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几奈米的差距，而是你的云算力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客户的要求。很多在这个全球它等于实力直牛耳这些客户，他一定要你的算力是有绝对的保障的。升腾960、970在这2年之内，到2028年之内，一定会持续的改进。所以我觉得华为在这2、3年之内，它很可能会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而美国可能在这方面必须很认真的跟中国来谈一谈，就是说你是要继续，我现在 H20我都不要了，你现在到底还要限制我什么？对，我以后会有 H20 3倍的算力，所以我觉得像这个产业里面，我觉得很多惊喜啊，比它的国防武器还要令人惊讶。中美之间的科技战，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这是来自于华为哦。我们要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会来讨论的，就是因为华为这次真的又砸了重金10亿，推出了这个叫天宫计划，并且正式的宣告 AI 代理时代开打了。那 AI 代理跟过去的传统 AI 又有什么不一样的新这个功能，或者是有什么代表性呢？等一下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代表说中国要全面替代美国技术了吗？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华为的升腾晶片，现在预估呢会4连发。接下来节目我们会看到4款的晶片哦，包括了这个超节点的算力都能够反压辉达吗？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这一次，这个同样也是最新的消息，黄仁勋决定了1000亿来砸在 OpenAI 上面，美国 AI 最后能够甩开中国，遥遥领先吗？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赶快来看到华为的最新动态，是在他们在全联接大会2025上面，他们宣布了 Harmony OS 5终端设备已经突破了1700万台，也就是在此刻，华为决定要推出它的天宫计划了。这一回投资金额是人民币10亿元，推动鸿蒙生态会从过去我们看到传统的 AI 走向 AI 代理。刚刚讲了嘛 ，AI 代理有什么样的特色？它可以自主的理解、规划，甚至执行任务、学习、调整，不会只是单纯的回应指令而已了。这个计划跟传统的 AI 有什么不一样？功能升级跟背后的战略，尚志哥怎么看？首先，我们听到很多，不管是不是华为啦，包括整个美国硅谷的、矽谷的所谓的最新科技的时候，其实我从资本圈的专业角度，首先都会看它的资本有没有钱，市场怎么样，然后经营团队有没有人才来评估。但是让这些年不只看这些哦，现在要看的部分是第一的，它的供应链。这个技术在整个供应链里头站在哪里，有没有优势？其次，最核心的或最终极的，就看有没有生态圈。像我们提到华为现在做它的整个天宫，要做华为自己本身的所谓 AI agent 生态圈，我想这很重要哈。我们过去讲鸿蒙系统，它简单来讲就是鸿蒙的生态圈，而且是 AI 的生态圈。过去听说鸿蒙生态圈是 APP 的生态圈，现在为什么叫 AI 生态圈？我想这里头首先大家 AI agent 可能不熟悉，我简单讲 AI agent 从2个角度，第一个从 user 的角度，使用者，像我现在已经没有在用 AI 的 APP 了，我现在就在专挑 AI agent 的 APP，因为我要做的任务东西，比如帮我找文章、收集资料、帮我画图，以前我要找3个 APP， 我现在只要找个助理，他直接帮我找 APP 就可以了。所以简单讲 ，AI 华为现在后面建立的 AI 生态圈也是一样，因为华为现在它的生态里头就有超过1300多个很强而有力、经常被使用的 APP，跟他们这些开发的功能。可是你说要使用者去寻找，无论从 PC 或者从手机上很困难。所以华为如果建立这个技术生态圈，去统筹帮使用者去整理这个部分，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是华为的一个统整的一个功能，直接告诉你什么功能可以用，就省去了很多麻烦。2方面，它也直接可以跟这些帮他开发的这些死忠的 APP。绑得更紧，包括分红、利润这些也可以很清晰哈。我想这大家应该有点理解。当然，华为这次具体的宣布，其实还是个很宏伟的。他宣布他未来这个生态圈要有1万个服务，就1万个很厉害的服务的功能，要有1000个意图框架。什么意思呢？就1000个直接你就看得懂的东西，你即使是小白也都可以用，以及包括刚刚讲，他说要提供算力，让15000个他自己华为的人去供应。长时间15000人是帮这个生态圈去服务这些 APP， 也服务我们这些使用者。
话虽如此，但我自己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其实不是这个，因为这都可以先前推论，而是现在华为除了它的叫升腾950，也宣布960、970的更厉害的晶片之外，大家也知道它投资新海来，包括做光刻机，这些都是真的。但我这次比较惊吓的是，华为竟然也投资做 HBM。HBM 其实它是高频宽记忆体，就是说你开发的晶片要放在这个 HBM 上，它才可以快速的沟通。因为单单只有晶片，它只是算，晶片跟之间需要沟通啊，所以这是 HBM。HBM 的技术过去是由韩国在主导以及超微，不是辉达的哦。所以在这个系统里头，华为过去 HBM 都仰赖韩国，最近美国也在追杀，所以我在这一次才发现到，哇，华为竟然也投资要做 HBM。等于是全产业华为全部都在进行在推动了，成不成功不知道，因为它毕竟是追赶者，但至少这样的雄心，而且华为没有上市哈，它所有做的这些推动都机密，不用对外宣布，所以还是值得关注的。对，所以华为这一次的2大策略，第一个就是建这个 AI 生态圈 AI Agent， 第二个刚刚提到就是要推出的4款晶片，刚上志哥帮我们特别提到其中一款就是升腾950 PR， 现在预计是在明年的第1季就会正式的问世了。那刚刚提到的高频宽记忆体也就会使用华为自己研发的，不过现在眼前还是有一些的问题，包括它受到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还是不能去台积电来做投片，所以他们现在决定呢，这个原本的单颗算力，华为还是比不上辉达，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些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境，包括它要靠它的超节点的策略，也就是拼凑多颗的晶片组成一个新的效果，在未来可以保持最强的算力。他们预估在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之下，主要能力就可以超越了辉达。大使怎么看？对，这个是华为一直在找的一个解决，它现在就是说在制造芯片上没有办法这个运用所谓的这个极紫外光机做7奈米以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芯片的一个限制。那虽然华为也在尽量努力在这个光刻机上自力更生杀出一条血路，可是，在没有办法找到像这个极紫外光机的取代品之前，它有很多途径。对，像比如说，它是中兴帮它这个试用这个深紫外光机，就生产出来了7奈米甚至5奈米的晶片我记得这个华为曾经提过，他们就靠着什么堆叠的技术，还有一个是重复曝光的技术这些事实上都可以。那你堆叠的技术，你就是你把几片晶片用封测的方式你不必一片晶片，而是几片晶片加在一起，把它的能效提升嘛。那除了这些所谓超节点的突破以外其实华为在 AI 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跟美国的它的竞争对手在竞争的时候，它除了用硬体上面来硬碰硬之外，比如说那个超节点就是硬体的硬碰硬嘛。是，我晶片是。因为照所谓的我们这个天宫系统事实上它有3个大的部分，一个就是算力的这个底座，算力底座就是需要什么？就是需要晶片，是你就是需要升腾910C，甚至是更高，这个是硬碰硬的。可是还有一个部分呢，所谓的天宫系统，它要靠什么？模型平台。你要有算力底座，然后模型平台。比如模型平台，比如 DeepSeek 就是一个模型平台。那最近华为又推出一个新的，所谓就是说晶片跟这个什么也就是说逻辑晶片跟储存晶片之间的一个管理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你在你的 AI 的晶片，比如说升腾，它是属于逻辑晶片，那你要在这个所谓的记忆晶片，也就是 HBM 超宽频的这个记忆晶片里面，中间在这个高速的往返。把这些记忆的这些资讯在这个逻辑晶片里面相辅相成，然后做出想要的东西。可是这个取用 HBM 的这个过程中，他认为过去像这个 NVIDIA 它的那个中间是有很多重复跟浪费的地方，所以他设计了一个新的 manager， 那它是一个系统，也就是你的 AI 晶片在取用 HBM 里面的资讯的时候，它可以怎么样不需要那么大的储存量，它可以更精准的找到它所需要的资讯，就是说你储存的精细，这是它另外一个另辟一个途径。所以现在华为的 HBM 被美国也断了嘛，现在它不准这个海力士跟这个三星卖给华为这些 HBM， 那大陆就这个华为用这种方式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达到目的有很多种方式。那这些也是中国大陆在模型平台方面是做的功夫。所以呢，这些科学的路径不是只有一条路，有好多条路。所以华为事实上除了硬碰硬的晶片制造设计外，那其他在这个模型平台上面它也在找出路。所以呢，最后大家就看你做出来的结果是如何。那华为这个天宫还有所谓的行业运用这一块，它要把 AI 的应用尽快推动到所有的千家万户里面去。所以就整个来讲，华为是齐头并进，各种新的方法它都在一起在做。那这个可能比像 NVIDIA 这个公司只做晶片，可是它在大模型上面它事实上它一定要人家用它的大算力而不能够用小算力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可能 NVIDIA 没办法突破，可是华为做得到。好，谢谢大使。那我们刚刚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进程。那我们现在也来看到，因为最新消息这个同样也是来自于辉达，因为它也最新宣布了，它接下来同样为了拼 AI， 所以它投资了1000亿美元帮这个 OpenAI 来打造它的下一代超级数据中心，用电量现在根据统计会高达10 gigawatts， 配备数百万颗 GPU 来支持它最先进的 AI 模型的开发。那这个就能够帮助美国 AI 甩开中国吗？干哥怎么看？10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黄仁勋怎么这个大手笔要干这个事情？其实很简单，他其实就是说我今天一定要能够保有我在 GPU 人是 AI 的核心，就是我 OpenAI 是我的主要客户，对我投资它的话，以后在 AI 的供应链上面，我一直可以保持领先的地位，而且1000亿也是长期投资啦，也不是说一次就拿出1000亿美金出来。可是1000亿美金真的是非常庞大，华尔街真的被他吓一跳。他说1000亿美金你知道是什么吗？那个 Nike 大家知道全球知名的运动品牌，它的市值就是1000亿零50亿美金，也可以换算成整个缅因州的市值啊。缅因州的 GDP 就是1000亿美金年 GDP， 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讲的话，那黄仁勋是不是在冒大险？其实不是，因为为什么？他不是已经投资了50亿美金到英特尔吗？然后买了英特尔的4%的股权嘛，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他在这一关，川普已经可以同意他了。其实黄仁勋心里还是心心念念在想大陆这个市场怎么办？这才是重点呐，对不对？因为他们说你现在他不是有一个 RTX Pro 6000D 的这个晶片，他说现在大陆不要，为什么？因为大陆认为说，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就是要提升我们华为，刚大使讲的技术，对，华为自己晶片的技术。那老实讲一句，如果说你认为华为现在晶片还做不到的话，它总有一天做得到。我讲句实在话，大陆的总有一天不会太远，明年就是就是总有一天了。所以其实大陆的进步有时候是华尔街他们没有办法去预测的这种事情。那现在阿里巴巴跟那个华为他们就暂停买辉达的晶片了，它加速在自制当中。所以你认为黄仁勋那1000亿的投资到底划不划算？有观察家认为说，你恐怕会成为 OpenAI 最后一个金主，因为 OpenAI 再这样无限制扩张下去的话，会很惨。好，孝伟哥又怎么看？其实当然说，像现在来讲哈，那黄仁勋他愿意投资1000亿美元，那这个规模非常大。因为不管怎么说以这种 AI 产业或者说是晶片产业来说，你要开发新晶片，然后开发速度更快、运算能力更强，然后甚至于效能更高的晶片，你就必须要花钱，然后去那个买机器，然后呢或者说从现有这个制程上再去精进，从这些现有制程精进、那个制程精进以及这个投资所获得的这样的成果，相对来说的确会让那个黄仁勋他在整个这个晶圆产业里面他特别是它的这个晶圆设定是在这种所谓 AI 那个晶片，也就是说能够让它的晶片做 AI 运算跟提供这个那个功能。那这个时候它本身的这个如何能够让它的晶片未来在耗电量或者说效能上更为提高，这些钱花下去就是要做这些事情。那你说好，在未来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说现在中国大陆、美国现在基本上来说对中国大陆完全抱持这样一个算是一个这个坚壁清野式的这样一个这个晶片的这样一个主角。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那对于美国来讲，
讲，如果说今天像那个黄仁勋能够持续这样投资下去，是不是有可能未来能够挡住华为？我个人认为那只是时间的这个差距而已，因为中国大陆它的这个产能更大，它未来的能够投入的这个资金更多的话，有一天好超车也不会是这个不可能的事。中美的晶片战现在进入到奈秒之争，华为现在同样的要翻倍扩产超车辉达吗？要多久的时间？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答。另外，成熟晶片也卡住了美国的帝国，等一下都会一起来做关心。现在赶快把焦点放在这一场中美之间的科技战，已经不是所谓的争分秒了，而是奈秒的对决。这句话不是我说的，这句话是黄仁勋说的。黄仁勋怎么说呢？最新他坦诚了，中国制造的晶片领域只落后美国几奈秒，这个已经不是世代优势，而是瞬间的一个差距而已了。好，另外一方面，黄仁勋之所以会那么紧张，当然了是有几个原因。首先，针对中国大陆的市场 ，H20现在被指控有反垄断法的问题。那针对美国市场，现在也被卡关，因为呢，黄仁勋本来要为大陆特制打造的这个 AI 晶片，现在是说能否通过美国的审查，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所以现在黄仁勋真的很头痛了。另一方面，他在看到的就是华为不断的在做超车的计划，尤其是要扩产它的 AI 晶片。我们赶快来看到它的具体的计划。明年910C 的升腾晶片的产量会提高到60万颗，大约是今年的2倍的量。同样的，升腾产线的这些裸晶的产量也会提升至160万颗，这个是60万，这是160万颗。再接下来，他也特别发布了未来3年的重点蓝图。他说要透过包括了蛮力扩张、大规模的串联跟科技政策来支持自己的策略。他目标很快的3年之后，2028年，他认为自己就可以超越辉达了。真的可能做到吗？那华为这一波扩张，对于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是不是重要的一个翻盘的第一步？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当中国大陆这个北京政府宣告说准备要封杀 H20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就传递了一个讯息嘛，就是中国大陆对于 AI 晶片，他们已经有他们自己的管道了。那么现在显然看起来不是他们可以在国际社会上买到，而是他们已经有自行生产的能力了。所以他们对于 H20其实就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这个态势甚至要进行反垄断调查。那么从这一点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就是代表华为在这些年来，在这个晶片的研发跟生产上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华为的计划，我们现在一直在讲升腾910C，升腾910C是2025年，就今年第1季华为就已经公布出来的升腾910C的发展。但事实上，华为从2025年到2028年，它有一系列的新的晶片出来了。到2026年，就是明年的1月，很快了，明年的第1季，它有一个叫做升腾950PR又超越了升腾910C。然后到了明年的年底，就明年的第4季，它有升腾950DT，它又再往上升级。然后到27年的第4季度的时候，它到了升腾960。到了2028年第4季度，它到了升腾970了。这是现在华为在推动的整个发展的这个 roadmap， 就整个发展的路径图。那当然，华为除了在这个发展 AI 晶片的方面不断的在进行迭代更新突破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华为现在也在很积极的打造 AI 晶片的这个应用环境就作业系统。各位知道，我曾经在节目说过很多次说。之所以黄仁勋能够绑架这个辉达，能够绑架全世界这么久，为什么 AMD 做不到？为什么辉达做得到？的关键其实不只是在硬体，更重要的一点关键是在软体就是辉达花了18年的时间去打造了一个叫做CUDA的软体，这是一个作业环境，在这个作业环境上可以很友善的去帮助大家把辉达的晶片做 AI 的运算的应用那么因此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作业环境，就好像我们对于 iOS 系统或者是对于各个作业系统的依赖一样，当你习惯用在这个系统上的时候，你就会在这个系统上依赖在这里了嘛。那所以CUDA就被称之为什么？被称之为辉达的护城河，就是你要打败
这个辉达先跨过酷达再说。所以华为在最近这几年，他们也在做这件事哦。所以华为不仅是在芯片上有所突破，而且有它一定的规划的发展的路径，它同时在作业环境上，它也在开始积极打造。我觉得如果今天华为照着它现在这个发展，在硬体上，在这个2028年第4季度，它的这个970出来，它一定有实力可以跟辉达一较高低在硬体上。那么这些年，如果华为在这个作业环境上也能够同步做出突破的话，那么我觉得当然这个未来对辉达来说，恐怕就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了。是好，那同样的问题再请教苑老师有怎么看2028这个关键年哦？对，这个关键点的话，这个3件事情合起来啊，首先的话呢，蛮力扩展里面讲的主要的意思是说，大家发展的方向一致，朝这个方向来讲，现在不讲什么策略，就是说什么呢？这个方向是什么呢？我坦白跟大家讲啊，就是说在 AI 的话呢 ，AI 其中最重要的啊，分成了3个部分，一个是它的硬件部分，这个就是说是刚刚你讲到这个升腾的这个晶片，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软件部分，就是它的生态环境这个酷达的，然后第3个的话呢，就是要超越美国，这是它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这3个目标一旦确定后呢，这个叫蛮力发展。然后呢，什么叫做大规模串联呢？请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大陆这边生产的 AI 芯片的话呢，不是只有华为一家，华为固然是很厉害，寒武纪呢，大家不要忘了，寒武纪的话呢，就是在股市中大获全胜的。这个寒武纪啊，2个这个浙江人，一对陈系兄弟嘛，啊，那么他们本身来讲，这个串联呢，他们有没有可能相互支援呢？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政府的大力支援，政策的支援的话呢，希望你们能够拿出一个东西，在软件、硬件以及在能够超越美国上都能够具体的这个发展。那么政府的资源当中的话呢，除了钱以外，除了人以外，除了各种保证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 AI 芯片的发展需要非常多的电力。你有没有注意到大陆现在在发展电力的时候，简直是厉害的不得了？就昨天还听到了一个在空中就能够发电的一个，在新疆啊用空中来发电的时候的这种情况下，更不要说是亚江计划。这么多的电力的话呢，目的就是为了要促成 AI。那么大陆通常来讲的话，对于跟美国竞争的话呢，就是其实平常来讲都是尽量让美国没有感觉到是威胁，但是黄仁勋他比较懂啊，他自己就在这一行里头。黄仁勋讲这句话的话，居然被那个 Steve Bannon 讲说要把他递解出境啊，这个都已经在美国长大的人要把他递解出境，为什么？他觉得说是啊，长他人威风啊，灭自己的志气啊。黄仁勋讲这种话是实际的，为什么呢？因为 nanoseconds 的意思是1秒钟当中区分成100块，100万次啊，对不对？根本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差别。我觉得黄仁勋没有讲实话了，实际上美国的话极有可能被大陆超越了。好，我们刚刚聊的很多都是这个 AI 的这个中美的争霸赛，在高阶的 AI 制程领域晶片。那我们现在也来聊，在成熟制程，现在大陆认为说未来可以确定搬下一城，那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成熟制程的大国。那我们先来看到的是成熟制程，包括因为它涉及的范围真的是比较广，整个全部的日常生活都会用到成熟制程，飞机、汽车、家电等等。那现在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虽然大陆还没有 EUV。但是现在，宇亮生在上海的这一间宇亮生，它打造这个 DUV 曝光机，能够透过多重的图形技术生产到7奈米。蔡司德国的这间公司特别提到，他说其实 DUV 的重要性是超过 EUV 的，因为全球80%晶片还是要靠它撑起。那现在有一个重点的数据，到2027年，中国在全球的成熟制程占比会高达40%，连美国自己大部分都用中国的这个成熟制程的晶片，2/3美国商品都是用成熟制程。中经院现在做出了一个最新的示警，大陆有望提前2027年之前彻底的超越台湾，同样是在这个成熟制程。干哥又怎么看？我觉得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2027年左右，最慢2028年，大陆很可能就会超越台湾。知道为什么？因为中芯国际现在正在测试它竟然是用，你说它用浸润式的技术，它现在竟然已经可以从用28奈米啊，然后去降到去做出7奈米的这种晶圆出来，所以我就认为说，其实老实讲一句，大陆它不管是弯道超车，或是它的学习模仿的过程当中，你H20晶片我还不觉得是很好用，刚刚大千讲的是吧？我还不觉得很好用，我走自己的路，为什么？2年前就开始制裁你了，2年前就开始管控你了。结果他们现在会发现，蔡司也发现啊，他说反而替大陆开了另外一扇门，因为大陆就走自己的路，他就干脆走自己的路。虽然说他们现在只能够做出 DUV， 当然我们知道
它的最极致的表现当然是艾斯摩尔的这样深紫光极紫光机。可是那大陆现在它可以用这个深紫光机做出7奈米的晶片的话，那我想请问你一下，现在好看起来只剩下2年的时间，但是2年之内大陆半导体的变化非常大，它会跟什么？它会跟军武的那个系统的变化一样大，因为半导体是大陆整个国家在支撑的，甚至要比支撑任何的军事武器的发展。